世界上最坚强的鱼——非洲肺鱼，它的生存能力极强，夏季气温可以高达42度，在毫无遮挡的烈日照射下，肺鱼被直接晒成了鱼干。但肺鱼的生命并没有就此终结，生命力顽强的肺鱼竟然还好端端的活着。旱不死的小强这个称号，简直就是为肺鱼量身定做。肺鱼战胜干旱的办法非常巧妙。非洲漫长的旱季让河床彻底干涸，河里一滴水也剩不下，只有赤裸的河床露在外面。这时候，肺鱼就会奋力扭动细长的身体，挖开河床的淤泥，为自己打造一个洞穴，然后钻进洞里休眠，帮助自己度过极度缺水的旱季。肺鱼的这种打洞的习性，倒和我们常见的黄鳝、泥鳅差不多，只不过肺鱼的个头可比黄鳝、泥鳅大多了。肺鱼之所以离开了水，钻入淤泥还能正常存活，是因为肺鱼除了和一般的鱼一样在水中用鳃呼吸以外，它的体内还长着一个特殊的鳔。这个特殊的鱼鳔在功能上有点类似陆地动物的肺，让肺鱼离开了水也能呼吸。借助于这个特殊的鱼鳔，肺鱼神奇地具有了钻进淤泥、抵抗干旱气候的能力。在整个休眠过程中，肺鱼不吃不喝，也不会被渴死、饿死。一旦到了雨季，又会好端端的复活。而且肺鱼的休眠可以持续很长时间，最长的可以达到4至5年。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背后，是因肺鱼拥有2大绝招。首先，在休眠时，肺鱼会在干涸的河床挖出一个洞钻进去，并且在进入休眠前，会首先分泌出大量的粘液。这些粘液和土壤混合在一起，会让土壤结块。肺鱼再用结块的土壤封住洞口，只将口部留在洞外面。据科学研究发现，肺鱼分泌的粘液的作用，并不只让土壤结块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肺鱼在分泌粘液的时候，会把自身的白细胞混合进粘液中。白细胞是一种免疫细胞，可以杀死有害细菌。肺鱼身上含有白细胞的粘液会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当有细菌试图通过肺鱼的身体入侵时，粘液中的白细胞就会挺身而出，和这些细菌进行战斗，从而把细菌隔离在肺鱼身体外面。靠这种方法，肺鱼可以避免患上皮肤感染等疾病。但是如果粘液中的白细胞在和细菌的战斗中被消耗殆尽了，又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，肺鱼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。粘液中的白细胞会在粘液中不断分裂，繁殖出更多的白细胞，从而保证了有源源不断的白细胞来保护肺鱼。在白细胞的持续保护下，肺鱼的身体不会受到细菌的侵害，所以肺鱼才能在淤泥中休眠好几年。在复苏时还会健健康康，仍然有充足的活力。在休眠时可以长达4、5年不进食、不喝水。你见过离开水还能存活5年的鱼吗？它被人类称为最坚强的鱼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bug 级别的存在。这就是非洲肺鱼。肺鱼在休眠时会将身体的新陈代谢降到最低，不吃不喝，可以存活5年。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进入了休眠状态。据测算，肺鱼在休眠时的新陈代谢的速率会降到正常水平的1/60，换算成百分比的话，还不到原来的2%。而且，肺鱼这时候会消耗自身的肌肉、蛋白和脂肪，用它们提供的营养供自己维持生命所需。由此可见，肺鱼是一种懂得因势利导、对生存之道非常精通的聪明鱼类。肺鱼在河床的淤泥中休眠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。非洲一些原始部落喜欢用河床里的淤泥盖房子，在他们看来，用这些淤泥盖房子十分方便，而且干燥成型以后也很坚固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河床的淤泥中还生活着一些正在休眠的肺鱼。于是，肺鱼和淤泥就一起被运到了陆地上。在部落居民的手中，肺鱼裹在淤泥中，被垒成了墙壁的一部分。这样被封印在墙壁中的肺鱼，是不是永远不会苏醒呢？它们的生命会就此终结吗？你不要太小看肺鱼顽强的生命力。实际上，封印在墙壁中的肺鱼并没有死亡，而是依然处在休眠状态。肺鱼在墙壁中安全地存活着。当雨季重新来临的时候，肺鱼就会重新苏醒。由于淤泥做的墙壁承受不住雨水的冲刷，肺鱼就会从4分5裂的泥巴墙壁中脱身而出。这时候，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演了。只见一面面的土墙上面，时不时有一条条肺鱼从里面钻出。这些肺鱼顺着雨水流入泥沼、河流之中。当下个旱季重新来临的时候，肺鱼又会重复之前的休眠状态。这种周而复始的休眠、苏醒生活模式，贯穿了肺鱼的一生。
在非洲有这么一种鱼，它可以长达5年不吃不喝，哪怕离开水变成了鱼干，也依旧不死。它就是非洲肺鱼。为了生存，肺鱼可以说是费尽千辛万苦，但是却逃不出沦为盘中餐的命运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肺鱼被挖掘地下水的非洲人发现，从此以后，满满蛋白质的肺鱼就成了非洲人不可多得的美食。而且，为了挖出更多生活在淤泥中的肺鱼，非洲人还总结出了经验。他们发现，聪明的肺鱼在休眠时，总会在包裹自身的泥壳上留下一个小孔，用来透进所需要的氧气。所以，非洲人就通过这个小孔来寻找更多的肺鱼。肺鱼由于长期在淤泥里生活，吃起来有股浓浓的土腥味儿。可是肺鱼长势惊人，可以长到1米长，重量可达10公斤。一条鱼足够全家人吃上好几天。对于资源匮乏的非洲来说，可以填饱肚子的肺鱼仍是重要的食物。非洲人民像挖土豆一样，将正在休眠的肺鱼挖掘出来，然后将肺鱼放养一段时间，除去一些泥腥味，就开始尽情享用了。而且科学家认为，肺鱼休眠是一种细胞水平的休眠，正是为了适应不良环境，肺鱼才自动调慢了自身的生物钟。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人类的休眠状态是不是可以实现，而肺鱼的休眠可以给科学家提供一种思路。也许科学家可以从肺鱼休眠中得到启发，从而实现人类的休眠。人类实现休眠是科学家长久以来的一大心愿。人类的休眠，无论是在医学还是在太空旅行领域，都有着广泛的用途。比如，当一个病人的血液循环即将面临停止的关键时候，如果能让病人立即进入休眠状态，那么外科医生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为病人做手术，从而给病人更多的生存机会。而宇航员在休眠状态下，也可以实现更远距离的太空旅行，圆人类的太空探索之梦。